哎呦，神龙摆尾，哦，什么情况？结束了，裁判终止了比赛。他是比邱建良还要猛的中国搏击鬼才，干净利落的神龙摆尾，将从未被 KO 过的巴西悍将瞬间送入到梦乡，当场休克，陷入到重度昏迷。无可挑剔的拳腿功夫，再加上冷静的头脑，让外国专家都一致认定他才是邱建良真正的接班人。掌声有请中国刘桂成。好，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，便是被称为邱建良的接班人，中国小将刘桂成。年仅19岁，却有着25战23胜，其中包括18场 KO 的豪华战绩。拳腿功夫无可挑剔，相当精湛，而且敢打敢拼，无畏强敌。目前在国内拳坛，他的这个级别，他的这个年纪啊，几乎是找不到对手，上升的势头啊，实在是太猛了。好，我们再注意看，接下来出场的外国选手便是来自于巴西的铁头哥维克托，生涯战绩58胜36负啊，其中包括35场 KO 对手。这个维克托呀，他输过赢过，但是观众朋友们，他从来没有被 KO 过。他自己也说了，我从前没有被 KO 过，现在也不会啊，以后更不会。在国内有很多拳迷粉丝啊，称他为巴西版的武僧一龙。现在为各位带来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，由红方刘桂成对上蓝方的维克托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比赛一开始迅速进入了火热的状态。对，由地主的柔道格斗的刘桂成对上的来自泰国 Tiger 俱乐部的铁头哥，这个维克多。很有个性的绰号。是，为什么叫铁头哥呢？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，也打缅甸拳，头锤啊，跟对方拼头锤，太恐怖了。对，心理素质非常过硬，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。对，虽然说维克托大了刘桂成整整12岁，但是我们从刘桂成这个小伙的眼神，包括状态来看啊，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畏惧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你说你头铁，那不好意思了，那我就偏偏要打你的头。你看，这个拳头专往这个铁头哥呀维克托的脑袋上抡。你不是没被 KO 过吗？啊，今天我满足你。但是蒙国东好像赛后也说是对手很难打。对，那蒙国东凭借了多场优异的表现呢，拿到中日对抗赛的门票。那即将在中日对抗赛对上佐由田泰成，号称日本65公斤级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。对，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、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。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。对，我们现在回到场上。哦，转这个腿把漂亮。两个拳法互控互顶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，但是维克托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桂成展开了对攻。对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功啊。这场比赛很明显了，刘桂成这个小伙呀，他是一个拼打型的选手。什么是拼打型？那就是敢打敢拼，喜欢换拳啊和进攻的选手。而相比之下，维克托呢却显得非常的笨重啊。也许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，但是啊，显得的确有点笨了。他精通泰拳啊、跆拳道、空手道，还打过缠马的比赛啊。但是他给我一种啊，这个样样通、样样松的意思，好像什么都会啊，但是好像都不是很精湛。这个蓝方的教练员口令非常清楚，要求蓝方选手去踢红方选手的膝盖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刘桂成的拳其实比较好的。刘桂成上场比赛对上亚历克斯，很可惜，3回合先为点数嘛，28-29输了一个比赛，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啊，就踢得非常漂亮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！刘桂成这个小伙呀，不愧是邱建良的接班人。的确，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。要知道，在19岁这个年纪，能和一个国际知名悍将打得有来有回的选手，我们国内啊实在太少了。更何况本场比赛，我觉得并不是有来有回，我们甚至啊是占到了上风。照这个形势，纵使这个维克托呀，他的脑袋是个铁疙瘩，我觉得本场比赛打完之后啊，把他脑袋打成一片菜刀啊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看这一招一式，神龙摆尾，简直就是邱建良一个模子里啊刻出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准备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的表现。观众朋友相信我，绝对是要比眼前的武林宝贝啊还要漂亮啊，还要美丽。好，比赛进行到第二回合。那维克托在泰国打缠马是靠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，但是呢，这场比赛他教练发现这个维克托的拳法不如刘桂成，所以叫
维克多不要出拳了。刘桂成拳法近身之后补上一个膝撞。双方呢都会依据第一局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战术上的一个调整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维克多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，针对刘桂成前腿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，展开了进攻。虽然说第二回合对方改变了战术来针对刘桂成，但是我怎么感觉刘桂成的火力呢依旧是不减？其实啊，很多拳坛老将和老油条啊，虽说他们经验丰富，但是他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这个年轻人。你看，如狼似虎的年纪，他没有战术啊，就是一个字儿干。好，漂亮，转身边拳有命中，但维克托的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够可以啊。刘桂成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拳法，是。然后蓝方也是非常仰赖自己的拳法，即便他的教练叫他先踢，但是呢，他就喜欢出拳。对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下意识的会信赖自己最熟练的动作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练成铁鼻功。对，练不成的没办法，所以头部的防守还是要做，不能说因为你有铁楼功啊就不用防守。对，因为你的鼻子被打出血以后，会给裁判留下一个印象啊，你被揍啊，又撞了，这个鼻子又撞了。像打拳啊，有人喜欢打下巴，有人喜欢打鼻子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打鼻子的。对，就像蔡老师说的一样，目前这个鼻子出血已经给维克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对，他一直在张着嘴呼吸。是，双方选手浴血奋战呢。其实看过邱建良年轻比赛的观众朋友啊，肯定能看得出来啊，这20岁的刘桂成可比20岁的邱建良要猛得多。好漂亮，转身摆尾，而且这一招一式啊，让很多外国专家看到之后都直呼，这就是啊年轻时候的邱建良。好，我们看巴西维克托，这位巴西铁头哥呀，他的铁头貌似不太灵了，因为他的鼻血已经被揍了出来。好，第二回合马上结束。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蓝方选手维克多开始加强自己前后腿的高扫踢，对，希望能出奇制胜啊。经过前2个回合的较量，现在局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啊！胜利的天平啊，已经慢慢倒向了刘桂成。我们看双方的精彩回放，你看刘桂成的拳，这个刁钻角度啊，打的是真准啊！这个维克托是根本防不住啊，将维克托白色的脑袋啊，硬生生打成了通红的颜色。3回合，我们的前2回合，维克托的铁头功被我们的刘桂成给破解了。对，我们看看决胜局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比赛。所以如果对上这个下巴比较硬的，其实打鼻子就对了，或者是打这个鼻子跟这个眼睛的中间，他会看不到。刘桂成还是很坚决地贯彻了自己的战术，就靠一双拳头从第1局打到了第3局。好，转身后蹬，哇，再回头再一个转身后摆拳。这个转身后蹬接转身后摆，这个很奇特的一个组合。是，相当不错，再把它转回来嘛，这平常都有练过的。那看起来蓝方选手在第3回合还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刘桂成。哇，很漂亮的拳法组合。对，行进间的连拳太漂亮了。看来今天刘桂成的话，不仅仅是想要赢得比赛，更多的呢是想要打破对方的这个从未被 KO 过的记录。都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，还在疯狂的猛扑。虽说体能有下滑，但是这个进攻的势头啊和进攻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。当然，这位老将维克托也在拼命挣扎，维护着自己仅剩的一丝丝尊严。遭受了这么多次重击，对，毫无反应。哇，这个有了，脚跟踹下去就有了，太漂亮了！哦，哇，转身后蹬。哇，观众朋友们，不愧是邱建良的接班人，名不虚传。就这终结方式，我觉得就连邱建良看到的话，估计也会惊掉下巴，太像了啊！神龙摆尾终止比赛，而且还终结了一个从未被 KO 的选手，也证明了神龙摆尾这一招啊，绝对是威力十足。好，让我们恭喜刘桂成，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